嗨，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哦，是什么样的话题？就是现在人工智慧 AI 越来越厉害，很多人可能都在想，它会不会变成一种新的神呢？嗯，这个问题确实越来越常被提出来。对，我们收到不少相关的文章跟分析，今天想说，来帮大家一起好好梳理一下。好啊，我们的目标是厘清一下 AI 的本质跟我们传统信仰，特别是可能像基督信仰里讲的神，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很重要。然后想想看，这对我们理解自己，身为人有什么意义？没错，这些资料我看过，他们从科技、哲学甚至信仰的角度切入，对，探讨 AI 能力的界限在哪，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人类会对这种自己弄出来的力量感觉既惊叹又有点疑惑。是啊，那种感觉很复杂。我们会一起来看看 AI 那个所谓的智慧到底是怎么来的。嗯，它跟信仰里面那个自由拥有、创造万物的神根本的差别又在哪里？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吧。AI 现在能写诗、画画、做预测，真的很惊人。对，表现上很厉害。但这种能力算是碰触到神性了吗？它的智能，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从资料来看，AI 的核心其实是，你可以想象成是冰冷的演算法，演算法，对，加上大量的数据，它的基础就是模式识别还有几率推演。模式识别、几率，是，所以它的创造力，像是写诗、画画这些，并不是来自内在的什么觉醒，或者说灵魂的顿悟，嗯哼，它更像是，从海量的资料里面找出规律，然后模仿、组合、生成出来的。所以是人类智慧的延伸，或者说是回响。可以这么说，但它不是源自内在的自主的意识，这跟传统神学里那个神的特性，像是自由拥有、超越物质、能无中生有的创造，有根本上的不同。了解 AI 的力量，说到底还是被局限在人类设计的那个框架里面。它没有真正的理解能力，也没有情感或自我意识。原来如此，这个演算法跟数据的基础，跟自由拥有、无中生有的创造层次完全不同。对，那这就带到下一个有趣的问题了：是我们人类创造了 AI，没错，但反过来看，AI 是不是也在塑造我们？这里面好像有种竞争关系正是如此。这个张力，资料里面也特别强调。哦。你想想，AI 再怎么厉害，它还是要靠电力、靠硬体、靠网络，还有就是我们人类灌输给它的知识跟逻辑。没错，基础设施。即使它能自我学习、自我改进，那也是在人类一开始设定的那个基础上去优化。嗯，这就更凸显了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创造者跟被造物那个本质上的区别。创造者与被造物。对，资料里有提到像上帝形象 （Imago Dei） 这个概念，在几乎信仰里面，这不是说长得像，而是指人被赋予了某些独特的反映创造主的特质，像是理性、道德感、爱的能力、自由意志，还有创造力，以及管理世界的责任。这些是内在的品质，是机器没有的，所以这条界限很重要。非常重要。所以资料提醒我们要警惕所谓的技术僭越，技术僭越，就是不要把我们造出来的技术看得太高，甚至去崇拜它，让它模糊了这条创造者与被造物的界限，混淆了工具跟主人的关系。了解了，就是守住那个本位，知道谁是谁。没错，但这里就有个更深的问题跑出来了，为什么我们好像老是想把 AI 跟神拿来比较啊？这是不是反映了我们心里头其实一直在寻找某种超越性的力量？这也跟资料里提到的人类中心主义反思有关吧？你点到一个很核心的地方，资料确实指出，这种比较某种程度上映上出人类对超越性的永恒追寻。我们好像习惯把自己放在宇宙的中心，但 AI 的崛起，就像你说的，它像一面镜子，镜子，对，它挑战了我们这个想法，提醒我们，人类的智慧可能不是宇宙中唯一的，
我们的存在搞不好也只是短暂的一瞬。这让人有点不安，但也促使反思。是啊，所以与其一直想着要去创造一个神一样的 AI，或者陷入那种科技崇拜，真正的超越或许反而是来自于，更谦卑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有限。谦卑认识有限。对，然后在有限中去寻找意义，去守护那些区分我们跟机器的独特性，像是爱、同理心、道德抉择，还有就是对高高存在的敬畏跟追寻那份灵性的价值。了解了。所以总结来说，AI 虽然非常强大，但它更像是人类智慧的一面镜子，是反映了我们的能力，也反映了我们的渴望，还有局限。但它跟传统信仰中的神，特别是从基督信仰理解的那位有位格、有意志、有爱的创造主，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没错，层次完全不同。这个讨论真的蛮有启发的，帮助我们重新思考，身为人类，我们在这个科技飞速的时代，到底该怎么自处？是的，关键就在于辨识那个创造与被造的界限，还有工具与主人的关系。AI 的发展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反思这些很根本的问题。那么，最后这也留给正在收听的您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科技，特别是 AI，不断地突破我们的想象界限时，特别是对于有信仰的朋友来说，我们该如何在这样的数位时代，既能拥抱科技带来的进步和便利？对，又能同时坚定地持守对那位唯独真神的敬畏与信靠，保护好那份属于人的独特的价值与灵性，不让科技模糊了焦点呢？